60岁之后吃错海鲜，可能悄悄加剧关节疼痛，让您的膝盖、腰背提前报销，还可能让血液中的胆固醇飙升，甚至造成体内重金属累积，危害健康。根据卫生单位统计，年长者膝关节退化的比例接近20%，比糖尿病还普遍。可见退化性关节炎绝对不容小觑，关节一旦受损，行动不便，生活品质大受影响。所以今天这部影片，我们特别为60岁以上的长辈制作一份海鲜红黑榜指南，要深入探讨哪4种海鲜是隐藏的健康地雷，吃多了会伤关节，以及哪4种海鲜堪称关节救星，吃对了可以养护软骨筋骨，让关节多用20年。内容保证颠覆您的认知，千万看到最后别再踩雷，抓紧机会替自己的关节保鲜续航。俗话说病从口入，对于银发族来说，餐桌上一些看似美味的海鲜，其实就是关节健康的隐形杀手。我们先从4种地雷海鲜说起。这些海鲜年轻时吃或许没事，但人过60，身体代谢变慢，关节退化，如果还大吃特吃这些东西，可能就是在跟自己的膝盖过不去。现在就来揭晓名单。第一种地雷海鲜，虾子等甲壳类。虾子可以说是人人爱吃的海鲜明星，不论清蒸白灼、油爆盐酥都鲜美无比。许多长辈也爱用虾子入菜，认为虾肉高蛋白低脂肪，是健康食材。然而虾子的营养真相却藏着2大警讯：高普林和高胆固醇。首先谈普林。嘌呤，普林是体内代谢后会转换成尿酸的物质，随着年龄增加，肾脏功能下滑，尿酸较难排出，容易在体内累积。一旦尿酸过多，会以结晶形式沉积在关节中，引发剧痛难忍的痛风。虾子就属于普林含量偏高的食物，特别是虾头、虾膏部分普林更浓。如果60岁以上的人本身尿酸就偏高，吃几只虾可能无感，但如果每餐虾子不离口，长期下来关节间可能早已布满尿酸结晶，痛风随时找上门。有些长辈可能不服气，我又没痛风，吃虾哪会怎样？但别忘了，痛风发作常常是不知不觉养出来的。高尿酸最初没有症状，一旦痛起来往往已经太迟。与其到时候半夜痛到睡不着，膝盖红肿热痛，不如现在就管住嘴。再来谈胆固醇。虾的胆固醇含量非常高，100公克的虾仁胆固醇含量约有150至200毫克，远高于许多陆上肉类。特别是虾头虾黄部分，不但普林高，胆固醇也集中，如果大量摄取，可能使血液中坏胆固醇上升，对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长者更是不利。很多人以为只有肥肉才让胆固醇升高，没想到小小一只虾藏着如此惊人的胆固醇炸弹。想想看，一盘油爆大虾吃下肚，等于吞下满满胆固醇，长期下来可能加速动脉硬化，连带关节的微循环也会变差，修复能力下降。除了虾，本类的螃蟹其实也是同样道理。螃蟹尤其是蟹黄、蟹膏部分，胆固醇和普林都更高，吃多了不仅容易诱发痛风，还可能升高血脂。很多长辈反映每逢秋天吃蟹赏菊，隔天膝盖关节就隐隐作痛，这绝非巧合。中医也认为蟹属发物，性寒，易诱发关节炎症，所以60岁后，虾蟹等甲壳类海鲜务必节制。想解馋可以吃，但浅尝即止，每周最多吃1-2次，小分量千万别天天吃，顿顿吃，更不要把虾头蟹黄吃个精光。记住，饕餮一时的快意，可能换来关节长久的痛苦，不值得。第2种地雷，海鲜，鱿鱼和墨鱼。接下来要点名的是鱿鱼。鱿鱼、花枝、墨鱼、章鱼这类头足类海鲜，口感 Q 弹有劲，不少银发族也特别喜欢。无论是鱿鱼炒椒盐、墨鱼卤白菜，还是来盘海鲜大叙，鱿鱼总是抢手货。然而，鱿鱼虽美味，对于关节和血管来说却是暗藏风险。最大的问题同样在于胆固醇超标。根据食材营养资料，鱿鱼每100克的胆固醇含量高达200多毫克，比虾还要更甚。也就是说，吃上一碟鱿鱼羹，胆固醇的摄取量可能轻松破表。如果年长者本身有高血脂或心血管问题，
这无异于火上浇油。而胆固醇堆积在血管，不仅伤心也伤腿，因为血液循环变差，关节软骨的营养供应也会受到影响，长远看关节退化可能更快。此外，鱿鱼虽不像虾蟹那样富含普林，但它的嘌呤含量也不低。一些关节炎患者分享经验，只要前一餐鱿鱼吃多了，隔天关节僵硬酸痛的感觉就特别明显。这可能是因为体内的代谢负担增加，引发轻微发炎反应。再者，由于在烹调时常用油炸或重口味酱料，长辈如果吃太咸、太油，也会让身体发炎反应升高，不利关节健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些不肖商人在处理鱿鱼时会加入工业用的明矾，让鱿鱼更爽脆。明矾含铝，长期摄入对神经系统有坏处，这对老年人更是不利。铝跟失智症等问题相关，所以60岁以后吃鱿鱼、墨鱼要特别谨慎。第一，分量要少，偶尔吃几片解馋可以，但不要一盘接一盘吃不停。第二，选择清淡的烹调方式，比如汆烫涮火锅，避免油炸腌制，减少多余油盐摄取。第三，尽量挑选新鲜来源可靠的鱿鱼，不吃来路不明的加工鱿鱼干、鱿鱼丝，以免摄入添加物和盐分。别让 Q 弹的鱿鱼弹走了您的健康。关节不好的长辈更要对这类海鲜敬而远之。第三种地雷海鲜，干贝和扇贝。接下来，这项很多人可能想不到，干贝。干贝也就是扇贝的柱头肉，是高级海味，常被视为营养滋补品。许多银发族喜欢煲汤时丢几颗干贝提鲜，觉得滋味鲜甜又补身。然而，干贝对关节而言其实是标准的隐形杀手。关键就在于干贝纤巧的身躯里暗藏极高的普林含量，特别是传统料理常用的干燥干贝、瑶柱，经脱水浓缩后，每100克含有的嘌呤量惊人地高，几乎名列所有食材的前茅。对痛风患者来说，干贝简直跟炸弹一样危险。曾有痛风患者分享，只因喝了几碗干贝熬的补汤，当晚足踝关节就肿胀剧痛。这就是干贝高嘌呤威力的现实写照。除了嘌呤，干贝属于贝类海鲜，也可能累积重金属和海洋毒素。贝类以海水中的藻类为食物，如果产地海水被污染，干贝体内可能蓄积镉砷等重金属。还有一种麻痹性贝毒，在某些赤潮季节会出现在双壳贝类体内，人若摄入会引起手脚麻木、肌肉无力。年轻人肝肾功能好，或许能排解部分毒素，但上了年纪，解毒功能下降，更容易受到影响。您可能没想到，一颗小小干贝居然隐藏这么多对关节和健康不利的因素。所以60岁后，干贝真的是能少吃就少吃，别再天真的以为海鲜的鲜味最补人，而狂放干贝熬汤了。即使要用干贝提味，每次丢1-2颗尝鲜即可，不要贪多。特别是有痛风或关节炎病史的长辈，更该对干贝、扇贝敬而远之。有些人或许会问，那新鲜扇贝呢？生食干贝刺身呢？其实新鲜扇贝嘌呤稍低于干品，但大量吃一样有风险，而且生食更有感染细菌寄生虫的危险。综合来说，干贝扇贝虽美味，对银发族的关节实在弊大于利。想要保护膝盖、腰椎，还是忍痛割爱吧，让干贝退居餐桌次要位置，把机会留给更安全的食材。您的关节会感谢您的明智选择。第四种地雷海鲜，大型深海鱼类。最后一种地雷海鲜，要特别提醒爱吃鱼的长者们注意，那就是某些大型深海鱼。鱼肉一向被视为健康白肉，没错，多数鱼类富含优质蛋白和 Omega-3， 是很棒的食物，但并非所有鱼对银发族都友善，特别是那些体型庞大、栖息时间长的肉食性鱼类，它们体内往往积蓄了过量的重金属和环境毒素。举例来说，旗鱼、鲨鱼、尾鱼等大型鱼，它们处在海洋食物链顶端，一生吃进无数小鱼小虾，体内的汞含量明显偏高。汞这种重金属会干扰神经和肾脏功能，长期摄入会慢性中毒。60岁以上长者肾功能本就开始走下坡，更无法有效排出汞。如果经常食用高汞的大鱼，例如每周都吃鲔鱼、大腹刺身、旗鱼排、鲨鱼肉干等，日积月累，
体内汞浓度可能升高到危险水平。这不仅伤脑伤肾，对关节也间接有坏处，因为肾脏排毒不及，尿酸更容易囤积，痛风风险上升。同时，重金属会诱发发炎反应，让关节发炎疼痛雪上加霜。曾有研究发现，高汞暴露可能与类风湿关节炎等自体免疫疾病发生相关，值得警惕。除了汞，多氯联苯、PCB 和二尔英等环境污染物也容易在大型鱼体内富集。这些物质属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，摄入人体后难以代谢，同样会干扰免疫系统，并增加慢性发炎。要知道，关节炎本质上就是慢性发炎的一种。如果体内积累了过多毒素，关节健康怎会不受影响？因此，年过60的朋友在吃鱼时要有所选择，像剑鱼、旗鱼、青渣、鲨鱼、马林鱼这类体型大的掠食鱼，还有罐头尾鱼、长寿鱼制品，都应该尽量避免或少吃。就算要吃，也请务必适量，且不要频繁。例如尾鱼刺身偶尔尝鲜可以，但千万别每周都吃，更不要天天吃罐头尾鱼配饭。用餐时不妨主动询问鱼的品种和来源，选择小型鱼、养殖鱼或深海中下层鱼类，减少重金属风险。吃鱼的确对健康有益，但选错鱼种反而伤身，这点银发族一定要特别留心。您的大脑、您的关节都需要您在餐桌上做出明智的选择。总而言之，以上这4大地雷，海鲜、虾蟹、鱿鱼、干贝以及大型深海鱼，都是60岁后不宜贪吃的雷区。它们要么普林爆表惹痛风，要么胆固醇超标堵血管，要么藏着重金属慢性毒害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说长辈从此一口海鲜不能碰，而是希望大家提高警觉，适可而止，能不吃的尽量不吃，非吃不可的浅尝即可，绝对不要过量频繁。毕竟少吃一口这些美味，就可能减少一次关节炎发作的痛苦，嘴上馋欲少满足几分，换来的是腿脚轻松多几年，这笔账算起来实在很值得，不是吗？关节救星登场，4种海鲜越吃关节越年轻。说了这么多黑名单，难道银发族就此与海鲜绝缘了吗？当然不是，海鲜当中也有对关节大有裨益的宝贝。现在就换我们的海鲜红榜登场，隆重介绍4种关节救星。只要吃对了，它们不仅不伤关节，还能补充营养、抗炎保养，让您的膝盖、肩膀用得更久、更灵活。或许有些还是您意想不到的惊喜哦。第一种关节救星，海参。说到养护关节的海洋补品，海参绝对当之无愧上榜。海参素有海中王者美誉，在中华饮食文化中历来被视为滋补佳品。许多长辈应该都听过海参对身体好，但您可能不清楚的是，海参特别适合关节退化的银发族食用，可谓筋骨之宝。它有什么奥秘？让我们细细道来。首先，海参最引以为傲的是高蛋白、低脂肪、低胆固醇，和前面那些高胆固醇海鲜截然不同。海参每100克可食部分含蛋白质超过10几克，但脂肪和胆固醇却少得可怜。这意味着长辈们吃海参既能补充足量蛋白质，帮助肌肉和组织修复，又不必太担心胆固醇升高。对于既想补身又怕三高的银发族，海参是难得的安心补品。更厉害的是，海参富含一种对关节软骨非常有益的物质，叫做硫酸软骨素。硫酸软骨素是构成软骨的重要成分，能帮助维持软骨弹性和润滑，减缓关节磨损。很多关节保健食品，甚至动物用的关节粉，都添加了硫酸软骨素，而自然界的海参本身就富含这种物质。银发族经常吃点海参，相当于天然补充软骨素，有助于缓解关节退化的不适。有人形容吃海参能补膝盖，虽有些夸张，但的确道出了海参对关节健康的注意。除此之外，海参还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和粘多糖等营养。别看海参外表黑黑滑滑，它体内的胶原蛋白含量一点不输猪脚、鱼皮这类食材，而且属于容易吸收的海洋胶原。胶原蛋白是韧带和软骨的构成要素，适量补充有利于强化关节周围的结缔组织。至于海参中的粘多糖，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，能帮助降低关节发炎反应。一些研究发现，海
海参提取物可以减轻关节肿胀，缓解关节疼痛，可见其抗炎潜力。难怪民间常说海参能延年益寿、强筋健骨。对年长者而言，海参还有额外2个好处：一是富含多种矿物质，如钙、锌、锗等，有助于提升免疫力和骨骼健康；二是海参性温补而不燥，中医认为它补肾益精、滋阴润燥，长期食用对退化性关节疼痛有缓和作用。许多长辈在冬天关节痛时，喝上一碗热腾腾的海参炖鸡汤，关节都觉得舒服些。这其中或许有心理因素，但海参营养确实给身体带来正向改变。当然，海参毕竟是补品，也不宜无节制的天天吃、大量吃，适当进补才能发挥最佳效果。一般每周吃2-3次，每次1根中等大小海参就足够滋补又不过量。挑选海参也很重要，要买正规渠道的产品，避免掺杂化学药剂的黑心海参。食用前充分发泡清洗，去除杂质。烹调时尽量清淡少油盐，才能保留海参营养。只要掌握这些原则，让海参适度登上您的餐桌，您的关节和身体都会从中受益。海参可以说是上天赐给银发族的关节礼物之一。第二种关节救星，深海肥美鱼类、鲑鱼等。俗话说以形补形，但在保养关节这件事上，以油补油或许更贴切。我们的关节之所以灵活少痛，关键在于关节液润滑和抗炎，而有一种海鲜富含的健康脂肪酸正是关节的润滑剂和消炎药，它就是深海肥美鱼类，例如鲑鱼、青鱼、秋刀鱼等。这类鱼体内含有丰富的 Omega-3 脂肪酸，特别是 EPA 和 DHA。 对于银发族的关节来说， Omega-3 简直是黄金养分。首先Omega-3 是公认的抗发炎高手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体内容易产生慢性发炎，关节疼痛僵硬往往与发炎介质作祟有关，而 EPA 除以 DHA 能够在体内转化为抗炎物质，抑制促发炎因子的生成，从源头上减轻炎症反应。简单来说，常吃富含 Omega-3 的深海鱼，就像天天吃天然的小剂量消炎药，有助于降低关节肿痛的频率和严重度。很多研究发现，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如果摄取足够 Omega-3， 晨间关节僵硬和疼痛感都会有所改善。对一般退化性关节炎的长者而言，多吃深海鱼也能减少发作，提升灵活度。其次，深海鱼还能润滑关节。Omega-3 脂肪酸是关节液的重要成分之一，它可以促进关节液的分泌和质量。关节液越充盈，骨头之间的摩擦就越小，活动起来更顺畅。有人打比方说， Omega-3 之于关节，就像机油之于引擎。银发族如果经常摄取鲑鱼等深海鱼油脂，关节仿佛被滋养润滑，自然不生锈。不少长辈反映，改掉红肉，改吃鱼肉一段时间后，觉得膝盖行走时比较滑顺了，不再卡卡作响，这绝非错觉。再者，深海鱼对银发族还有附加价值，保护心血管，控制体重。为什么说这跟关节有关？因为心血管健康了，关节的供血供氧更充足，自我修复能力更好，而体重控制住了，关节承受的负荷减轻，退化速度自然放慢。Omega-3 可以降低三酸甘油酯，提升好胆固醇，有益血管通畅。同时，鱼肉蛋白质丰富且容易产生饱足感，用于代替部分红肉，有助于体重管理。可以说，常吃深海鱼一举多得，既让关节少发炎，又让身材不走样，心脏也更强健。这些对于老年人的整体健康都是正面影响，关节也会因此受惠。银发族在选择鱼类时，尽量挑选富滋的冷水海鱼，例如鲑鱼、青鱼、沙丁鱼、秋刀鱼等。其中鲑鱼被誉为 Omega-3 含量最高且汞含量相对低的鱼类，非常适合长辈经常食用。而青鱼、秋刀鱼等既平价又美味，油脂丰富，同样是 Omega-3 极佳来源。反之，瘦肉型的鱼如鲈鱼、鳕鱼，虽然蛋白质高，但油脂少， Omega-3 含量不如上述品种，可以搭配着吃，但不能完全替代。还有前面提醒过的巨无霸鱼种则要避免，建议每周至少吃2到3次深海鱼，每次一掌心大小的分量，
就能满足 Omega-3 需求。烹调方式上，清蒸、水煮、炭烤都很好，尽量避免油炸，炸鱼会破坏 Omega-3，且增加反式脂肪。如果担心新鲜鱼不方便取得，适量吃点罐装沙丁鱼、青鱼也是可以的，因为这些小鱼的汞含量低，且保留了鱼油。不过要注意选购低盐油质的款式，更健康。总之，把鲑鱼这些深海鱼请上餐桌，您的关节会收到一份来自海洋的礼物。它们带来的不只是美味，还有让您行动更灵活、步伐更稳健的秘密武器。第三种关节救星，绿唇贻贝淡菜。第3位上榜的关节救星，是一个许多台湾长辈比较陌生的海鲜绿唇贻贝，也被称作新西兰淡菜。乍听名字或许不熟，但其实这就是一种类似我们常见淡菜的贝类，只不过产自纯净的南太平洋海域，壳边带绿边，故名绿唇。为什么特地推荐它呢？因为绿唇贻贝在国际上有关节守护神的美誉，研究发现它对改善关节炎症状的效果甚至胜过鱼油。对，就是比我们刚刚提到深海鱼油还厉害。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，下面我们就来揭开绿唇贻贝的秘密。首先，绿唇贻贝富含和深海鱼类类似的 Omega-3 脂肪酸 EPA-DHA， 因此具备优秀的抗发炎和润滑关节能力。我们前面提到 Omega-3 对关节的重要性，绿唇贻贝不仅拥有，含量还相当可观。一项研究让受试者每周吃3次绿唇贻贝肉，持续2周后测量血液，结果显示 Omega-3 指数明显上升。也就是说，吃淡菜完全可以作为深海鱼的替代品，来补充足够的 EPA 和 DHA， 而且相比某些鱼，贻贝的汞含量更低、更安全，脂肪总量也更少，非常适合担心血脂的长辈。更厉害的是，绿唇贻贝体内还存在一些鱼油没有的特殊成分。科学家发现，绿唇贻贝的脂质中含有一类罕见的呋喃脂肪酸，被认为是其抗炎的主要工程。这种特殊脂肪酸能有效抑制前文说过的 COX、LOX 等炎症酵素，降低发炎介质的释放，减轻关节红肿热痛。难怪有营养师指出，绿唇贻贝萃取物的抗发炎作用比鱼油更厉害。有些欧美国家已将绿唇贻贝开发成关节保健食品，提供给关节炎患者补充，反馈相当不错。对于退化性关节炎的长者来说，日常饮食中吃点绿唇淡菜也能起到类似保健作用，减少关节疼痛，改善活动度。绿唇贻贝还富含多种对关节有益的营养，如高品质蛋白，提供关节软骨修复所需的氨基酸，黏多糖体，有助于关节软骨保水，增加弹性。矿物质则有钙、镁、铁、锌等，帮助强健骨骼并参与软骨代谢。其中镁可以帮助钙吸收，预防骨质疏松，对于上了年纪骨头变脆的朋友十分重要。淡菜里的铁和维生素 B12 含量也很高，能预防贫血，增强活力，对于长者维持日常活力很有帮助。可以说，绿唇贻贝是一种全方位滋养关节与体能的海洋超级食物，怪不得在比利时淡菜被视为国菜，而在新西兰，当地毛利老年人关节炎罹患率极低，就被认为与他们经常食用绿唇贻贝有关。这些事例都让人对淡菜的魔力刮目相看。对台湾长辈而言，可能平常较少接触到绿唇贻贝，但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开始有进口冷冻淡菜或罐装淡菜贩售，可以留意选购，或者支持在地的马祖淡菜。虽不是同一品种，但营养也十分丰富，也含有 Omega-3 和多种矿物质。无论是清炒蒜香淡菜、淡菜汤或淡菜炖排骨，都是不错的料理方式。需要提醒的是，贻贝毕竟是海产，烹调一定要熟透，以免有细菌残留。购买要选新鲜或信誉好的来源，避免毒素污染。建议每周吃1-2次淡菜，每次1小碗量即可，不需要很多。相信只要持之以恒，您的关节会慢慢感受到它的好处。过去您或许不知道这号关节救星，但现在起不妨一试，让远道而来的新西兰淡菜成为您的健康帮手。第4种关节救星，海底燕窝、珊瑚草。最后要介绍的这位关节救星，相信听过的人更少，但他实力非凡，
甚至被誉为能让关节重获新生的秘密武器。它就是海底燕窝学名珊瑚草，也有人称它为爱尔兰苔藓或海燕窝。其实它并不是燕窝，而是一种生长在海中的天然红藻海藻植物。之所以叫海底燕窝，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极高，胶质丰富，滋补效果媲美真正的燕窝，甚至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。对银发族来说，珊瑚草最诱人的地方在于强筋健骨，养护关节。这绝非噱头，而是有实实在在的营养基础。我们就来看海底燕窝如何帮助关节回春。首先，珊瑚草含有极为丰富的植物性胶质，有人统计其胶原蛋白含量是燕窝的10倍。虽然严格说来，植物不含动物来源的胶原蛋白，但珊瑚草富含的是可溶性膳食纤维和海藻多糖，食用后在体内能刺激胶原蛋白的合成，同时提供关节滑液所需的粘稠度。简单讲，吃海底燕窝有助于软骨补胶，关节润滑，长辈的软骨和半月板随年纪渐渐磨损变薄，补充足量的胶质能减缓这个过程，使关节保持弹性，不容易僵硬卡顿。难怪坊间称珊瑚草是可以吃的保养品，说吃了能让骨头保持 Q 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其次，海底燕窝是矿物质宝库，它生长在海水中，吸收了丰富的钙、镁、铁、钾、磷等矿物。这些矿物质对于关节和骨骼健康至关重要。举例来说，钙是骨头主要成分，能预防骨质疏松；镁帮助钙沉积到骨骼并放松肌肉，减轻酸痛；铁则预防贫血，提升关节对氧气的供应；钾和镁一起作用，还能帮助减少发炎。而珊瑚草把这些元素通通打包给您，一次补足，特别是更年期后的女性长辈，骨质流失快，珊瑚草堪称更年期救星，因为它预防骨松的效果相当不错。难怪有中医师推荐更年期妇女常吃海燕窝来补钙养骨，稳定心神。对于有骨刺或退化性关节炎的人，多摄取这些矿物质也有助于减缓恶化。可以说，海底燕窝把大海的精华浓缩成一道佳肴，让您的筋骨吸饱养分。再来，珊瑚草中的多糖体含酵素也不容忽视。海藻多糖，例如褐藻胶，硫酸多糖具有显著的抗氧化和抗发炎作用，能清除体内自由基，降低慢性发炎。对于长期关节发炎疼痛的人，这简直是对症下药。此外，珊瑚草富含的酵素和膳食纤维还能促进消化、排毒，帮助清除体内废物。不要小看排便顺畅对关节的影响，当体内毒素减少，代谢顺畅，整个人体的发炎指数都会下降，关节也就不那么容易肿痛。许多银发族饱受便秘困扰，吃点海燕窝还能顺便改善肠道健康，真是一举两得。更妙的是，海底燕窝几乎零脂肪、低热量，适合长辈长期食用，而不用担心发胖或血脂上升。它的味道清淡爽口，带有海洋的鲜甜，料理起来也相当简单。最常见的吃法是凉拌海燕窝，将干燥的珊瑚草泡发洗净，汆烫一下去除腥味，加入点醋、姜丝、蒜末、酱油调味，放凉后口感脆嫩，是夏日开胃小菜。也可以把海燕窝加入养生甜品，例如炖成海燕窝银耳汤、海燕窝水果冻等，当作健康点心。甜甜滑滑的口感，不仅让您享受美味，还偷偷为关节补了许多胶质和矿物质。现在市面上有贩售干燥珊瑚草，可以在有机商店或网购取得。记住，选择无漂白、天然日晒的产品，泡发后仔细清洗，即可安心料理。建议每周食用2到3次海底燕窝，每次约1小碗。一段时间后，您可能会发现关节灵活度提升，皮肤也更滋润了。可以说，珊瑚草是大海给予我们人类的另一本养生经，特别为银发族而写。它低调不起眼，却蕴含着让关节延寿的巨大能量。如果说昂贵的海参是补品之王，那么平价的海底燕窝就是隐藏的平民英雄。别小看那一盘盘透明脆口的海藻，它很可能就是让您膝盖硬朗、腰板挺直、多用些年的关键因素。各位长辈朋友，看完以上解析，是否对餐桌上的海鲜有了全新的认识？传统观念中，海鲜富含蛋白质和钙质，
对老人家有益无害。但今天我们揭示的真相是，海鲜并非统统都是宝，吃对了才是宝，吃错了可能变成伤身的雷。60岁以后，您的身体就像一部使用多年的老车，需要细心保养，特别是关节，这些零件一旦磨损是很难完全修复的。我们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大鱼大肉无所忌口，必须有取舍地进食。所幸大海慷慨，给了我们这么多元的食材选择。有些海鲜会加重发炎，侵蚀我们的关节，但也有不少海鲜能降低发炎，滋养我们的关节。只要善加选择，避开地雷，拥抱救星，我们完全可以既享受海味的美好，又保护好自己的筋骨。再让我们快速复习一下地雷、海鲜黑名单和关节救星红名单。地雷榜上有虾蟹、高嘌呤、高胆固醇、易惹痛风和血脂问题；鱿鱼、墨鱼、高胆固醇、高盐高油常见；干贝、扇贝、嘌呤、炸弹、可能藏毒素、大型肉食鱼、重金属超标。这4类一定要管住嘴，能不吃就不吃，至少不要经常大量吃。相反，红榜上的海参高蛋白、低脂、富软骨、速补软骨；深海鱼如鲑鱼，满满 Omega-3， 抗炎润滑又护心；绿唇贻贝淡菜，贝中之王，抗炎成分胜于油；以及海底燕窝珊瑚草，植物胶质与矿物质丰富，强筋健骨，则值得多加利用。当然，即便是红榜食材，也并非吃越多越好，立刻包治百病，但长期适量摄取，润物细无声，您的关节健康将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改善。最后还要提醒，保护关节是全方位的工程，饮食只是其中一环。要想关节用得久，平日还要注意体重控制，体重每减轻1公斤，膝关节压力就减少好几公斤了。规律做一些低冲击运动，例如快走、游泳、太极，促进关节滑液分泌，注意保暖防寒。关节受寒容易僵硬疼痛，以及依照医生指导补充必要的维骨力或维生素 D 等。饮食方面，除了善用我们今天讲的海鲜红黑榜，也要均衡摄取蔬果全谷，减少加工食品和含糖饮料，降低全身的发炎程度。当您从生活每个角落都开始爱惜自己的关节，岁月也会对您格外仁慈。年过60，人生正进入另一段自在从容的旅程。只要保养得宜，您的关节绝对可以再战20年、30年，陪您走遍更多的路，实现更多的梦想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各位长辈吃得聪明，吃得健康。如果您身边有亲友也到了关节需要呵护的年纪，赶紧把这份海鲜指南告诉他们，让大家一起避开陷阱，抓住救星。记住，60岁后海鲜别乱吃，挑对海鲜才养生。愿您从此吃出灵活好关节，让晚年生活行动自如，乐趣满满。我是您的健康小帮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请照顾好自己，也照顾好您的关节。谢谢收看。